这个爆破它有一点点仿佛在重现一个威苏伊火山爆炸。3、2、1。这个爆炸把一个文明给摧毁一样，然后人们又去废墟里面挖掘出来，然后运过来。放到了这个美术馆来展览。爆破当时是有80几件作品同时在炸。这一次火药使用了很多，有100-200公斤。喷出去的烟花用了360几支。以前都用手，你别看我们这个手很了不起的。他一摸就知道这个火药拿对还是拿错，量多还是少，然后撒出去的速度还有分散，全是在很敏感的里面，很感性的，就像拿着画笔那样的感情的。但没想到在那边，因为有罢工，地上有坑坑洼洼，没时间了，都是用那个铲子一桶一桶来，用铲子抛了就刮，就抛了就装进去。有些地方肯定失控，都烧大洞了。刚开始有很多雕像是要躺着的，我说就直接站包吧，一坐在那一边。我要更重要的不是火焰，而是冲击波，放炸出去的冲击波，熊熊大火烧那么久。完全不是我刚开始想象的，但是这个火焰是另外一种元素，它的精神和气质完全的表现了，不就是你要的古希腊的伤感，古罗马的这一种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气势吗？不就是要拿破仑斯一直以来的这一种，比如说黑社会啊，还是一种比较野的东西吗？斗兽场啊，这就是斗兽场啊。雕像身上的颜色不仅仅是火药炸出来的，还有长期烤出来的。在大力神身上，我也是给他下了不少火药，他是遍体鳞伤的一样的，充满着沧桑感。我们可能看大卫啊，我们感到哇。很牛逼，是吧？很完美，但我们感到那不是人，是我们人想象的一种偶像和完美。OK， 我们向他表示致敬，但我没有这么感动。大力神我是很感动，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很有力量的神，但是他有疲劳，有无奈，靠在那边，然后眼睛有点直发呆，普通里面有的这一种状态。这个博物馆或者说庞贝的发现，其实不仅仅是这些雕塑和绘画，很多人的普通人的生活，那时候人的茶具呀、他们的祭宴啊、他们的酒吧，所以我才选择了很多，比如说炸陶啊、玻璃啊、镜子啊、杯啊，包括大理石啊、丝绸啊。那有放一艘船，但因为庞贝就是在海边。第二层色情的那一层嘛，像梦幻一样的中国春宫画，那底下是他们的庞贝的一些色情画嘛。东西方都一样，人性嘛。我们现在仍然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这种开放的自由充满惊讶和赞叹。在各个国家的旅馆里面，那种色情的付费电视。我可以边看那些东西边做我的构思，对我是最放松，让我的这个作品消失在这一些展厅里面。你要说蔡，你的展厅在哪里啊？处处都是，怎么走啊？你拿着一个地图吧，自己去找。看很多观众看我作品也不大知道是我还是古代的，他像寻宝一样，
像考古一样的，你要去发现。你肯定要面对警察，肯定要面对主办者，面对金钱。那么花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啊？这么多问题，有时候我也很焦虑，或者感到挺折腾的，挺浪费自己的人生的。但是我的人生有这么重要吗？我已经浪费了很多人的人生了。这么多人都在帮我干活，应该是我的助理们叫苦，而不是我叫苦。我不能想人叫任何苦。有时候我就感到太受宠了，大家都很爱我。所以你要是说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就是享受我他妈的还能整，这个家伙一直在整，还在整。是08年，我为奥运会在国内住了大概2年半左右，讨论了很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啊，还有中国的未来啊。奥运结束，我就希望我能回到世界的怀抱。艺术史之旅从17年开始，普希金美术馆主要是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前卫运动对话，在马德里是跟普拉多美术馆拥有的西班牙黄金时代还有巴洛克文化对话。后来第3站是乌维奇，是跟文艺复兴对话，看看他们都在那个时代里面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养我浩然之气，这个养字应该说我是有一直通过我的这个旅行和我的艺术活动，一直在养一个另外的我。人会变老，我也会变老，我就是越来越老嘛，60几岁。可是你这个养的自己，它搞不好越养越年轻，越养越好玩，越养越童心。